大家好，今天是10月21号。狗狗币跟比特币经过2天的缩量实质性，最终是选择往下去变盘。还是一样啊，就狗狗币2周之前是有跟大家预期，有可能它会在这个位置先稳出2到3个月的一个矩形的区间。如果是短线的朋友们，不要在矩形的高档位置去追，再观察有没有压回矩形低档的位置，或者是这个位置比特币现在是价格也跌了下来。那今天视频也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在哪个位置会止跌？或者是16000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马上止跌？如果是观察4个小时跟1个小时里面的技术形态的一些知识，它有没有可能在4个小时里面走出一个破底方的走势，来进行一个风格转化？因为之前的一波，比如说像这一个区间上去的时候是狗狗币在拉升，那现在下来的话，狗狗币是一直预期它如果是要整理的话，我是观点是有没有可能下一步风格会不会转到这个比特币类似这种井喷的走势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eyond OK 返用 20%，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2周之前是预期有可能是在这边举行整理，主要是前面这边是有套了一批筹码，但是它的区间跟比特币是有一点不一样，比特币是一直还是在看多，至于短期到底能不能在哪一个位置撑住，等下来跟大家聊。那狗狗币我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是这样子啊，就是它这一次举行低档的位置，或者是这一个举行低档的位置，其实整个区间是稳了半年的一个区间。如果我们观察20年当时底部起来的时候，后面是给大家修整，有可能前波拉升，就类似20年的这一个拉升，后面是压下来之后，它在这个位置整理了也是2个月或者1个月，主要是上面有套牢盘，但是它矩形整理到位以后，它后面是又挖了一个矩形，这边类似一个挖坑就是前面的这个区间起来的时候，这整个区间是根本就破不下去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要留一点心。我前几天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如果是它在这个位置，你要操作短线的朋友们，你尽量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矩形先给我稳住。你低档的位置要做短差的话，低档位置先去买，当然也要防一点，万一是它破这种低档的位置，有可能会去测试这一个前波矩形的一个高原位置，你要去观察一下，如果是矩形整理出一个区间，有没有可能瞬间跌破这个矩形，能不能再反到这个矩形里面？因为以往的一些经验，就是经常会看到它有这种破这个矩形的低点，然后挖一个陷阱再上去的，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吧，20年的当时这个底部就是这样子，感觉是走得好好的，为什么又挖了一个坑？甚至这个坑里面也有瞬间跌破的这种挖坑的瞬间低点，或者是上去的时候，狗狗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上去的时候也有好几个位置啊，就比如说这个是在21年的1月份，当时是已经都起来了，这边又整理了一个区间，感觉这个位置也是瞬间挖坑，后面是单根又涨了，这一根是涨了几倍？4倍啊，就涨了4倍的一根 K 线啊。所以现在狗狗币还是尽量也要有一点耐心啊。前面是一直跟大家讲，它如果要上去，你也不一定要去追啊，因为上面也是有一条20MA 的压力压在头上，就这一条红色的20MA。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比特币这一块，其实昨天也是有一则利好消息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加勒比地区的岛国圣尼，它是拟于2023年将这一个 BCH。我是在猜测，他们只是在计划要把这个比特币现金做成他们官方的一个法定货币。时间这么长呢，后续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动？比如说把这个比特币现金改为比特币，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比特币现金他们是讲到什么挖矿去挖这个比特币现金，我不知道好不好挖，也没有挖过。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之前是萨尔瓦多，后面是中非共和国，还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我不知道啊。但是现在是有一个岛国是要把比特币现金把它作为一个法定货币。我的观点是，就这整个区间还是一样，就是前面的比特币这整个半年多的一个整理区间，它这一次下去真的是要再去12000，如果是有这种可能性下去的话，就短线期货的朋友，我前几天是跟大家讲，这一根螺旋 K 线的最后的防线是在这一个低点啊，就是在
15800附近。如果是真的跌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为什么不能破因为这一次是已经有了一个低点，然后它在这一根螺旋 K 线的时候，当时4个小时出了2个多方的抵抗，是在一天里面出2个，说明这个位置也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就是这个低点位置。那还有一个形态是这样子日线级别它现在是感觉有一个高点在走低，高点在走低，然后低点在走低，低点在走低。但是我们观察，如果是更大级别的一个形态，它这个位置是不是低点在走低，低点在走低，只是这一个高点还没有挑战，能不能走出一个正 N 型的走势，就是这个高点短期能不能挑战，有一个正 N 型，日线级别里面就类似前面在高位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这边起来的时候当时是已经有了一波趋势，趋势是高点不断的在走高，低点也是不断的在走高，就是 N 型再 N 型，或者是这边整理到位以后再 N 型，高点过高，但是下去的时候后面也是在这个位置有错过一次是跟大家讲，你如果是期货朋友们，万一是在这个位置真的错的情况下，2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因为正常的一个趋势它要不断上去的话都是 N 型不断的就是在走高，整个趋势或者 N 型在整理的时候不断的在走高，就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N 型是破，那这一次也是一样，如果是真的还是一个负 N 型的一个情况，就是趋势还是要维持，那这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我们尽量以收盘为主。那至于短期止跌了没有，或者是在哪个位置会止跌，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4个小时不排除这一根 K 线组或者是这一根 K 线组的这个位置短期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如果是这个位置能不能止跌我现在也不好猜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一些指标的技术形态。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迹象，它1个小时已经是连续在插针，那短期我的观点是就是16000看能不能守，因为现在是 MACD 1个小时里面我是有看到一个倒鸭嘴的走势，这边是一个鸭头，这是一个眼睛，嘴巴张开的位置一般是最弱的一个表现，正常情况它可能放个10根左右，倒鸭嘴就是这个红柱放个10根左右，有可能就是要开始就是修正这个倒鸭嘴，当然它趋势目前确实是还是向下。那如果我们观察4个小时的一个形态，它在哪个位置会止跌，或者是在哪一个时间点能不能止跌，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一次绿 K 是一直在放，但是一直在判断看能不能反到这一个零轴上方，主要是上面有一条60 MA 是这几天是本来是看能不能上去，但是一直也过不去，那我们就要观察，如果是这个位置能重新反到4个小时里面的这个矩形，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陷阱。那另外时间这一块就是刚刚想跟大家讲的有没有可能放个10根左右因为这一次已经是 MACD 是死叉了，如果它在这个位置最强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放个10根左右，能不能给我回到这一个矩形里面，有可能这边是不是要走出一个破底方的走势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